安生，安生，你怎么还喝酒了？喝了点儿。你是回来拿东西吧？需要什么，我帮你拿。我为什么要拿东西啊？你不拿换洗的衣服吗？我今天不吃咸啊。师傅说你发烧了，我赶紧回来看看你。怎么不说话呀？是喝多了吗？别动，老实点儿。吃药了吗？吃过了。刚才需要出类伤寒，这缺血不到。生病了还喝酒，喝完酒又吃药，发烧了还洗澡。江寒生，你是以为你自己死不掉吗？怎么样？你烧没烧自己不知道吗？能，37度6，低烧。头发也不吹干。你不知道明天头会很疼吗？给你做一个番茄炒蛋，再做一个青椒肉丝。再复杂的我也不会了。你在家一起吃吗？不去医院。我刚从医院回来。杨成怎么样？他没什么事儿，还有人照顾他，我也要避嫌嘛。你是喝醉了，还是哪不舒服啊？给我开了。江海生，我在。你再这么抱下去，家里就要多一个煤气中毒的人了。
如果你想聊蒋成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不介意。我没什么，还好。江安生，你生气了？当然生气了。你也可以咬我呀。我为什么要咬你啊？周琴，你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对我，想说什么都可以，想做什么也都可以，怎么样都行。你不用去考虑我能不能承受。我是你老公，我们是夫妻就应该这样，没有保留，不用伪装，怎么放肆都可以。所以，你想怎么放肆都行啊。只不过，真的挺疼的。做不好，说不好的。你很好。有些事情，我可能做不好。是很多事情你都做得很好啊。你冷静、敏锐、有天赋，有很多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，在你这儿，你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我担心。警官，给我脱个鞋，松快松快。我说你呢，听见没有？看，你看他家里出事了，你看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吩咐让我来。你滚一边去！你今天木头啊，你死到地下死了吗？还是那女人在外表演上了啊？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死爹死妈，还女人被人上了。之后呢？之后就风平浪静了呗。犯人也是人，那是人就得怕死呗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丹姐，出什么事了？周静，你赶紧回来！出什么事了？蒋成的情绪不对劲，什么都不肯说，你快回来吧。谭大知道吗？就是谭大让我给你打的电话，给蒋成做笔录。问老谢的事他不开口，问姚组长的事他也不开口，来来回回的问你在不在，什么时候来啊？好，我这就回来。报告。来了。我记得你，赵小玉的案子。刘总你好。李总，要不就让他试试吧，办案将失效，你总不能这么僵持着呀。先看看再说吧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，蒋成，现在对你最有利的，是把金港交易之后发生的事情交代清楚，不然的话，时间拖得越久，我们越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好言好语的跟你说，捣毁制毒工厂是功劳有你的一份，但是也请你想一想，现在主犯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
而你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，姚组长是怎么死的。你说你是藏风，好，我们都信。但是在一切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确实是有涉黑、涉恶、故意杀人的嫌疑，你没法逃避。我说了，把周瑾给我找过来。刘总，虽然现在无法完全证明蒋成是清白的，可是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，为什么要给我们递情报呢？让我进去跟他谈一谈，可以吗？他为什么指名道姓的要找你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差一点要结婚的关系。江教授，刘总，刘总，刚才我话还没有说完。我向您保证，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不会影响到我的专业度。该问他什么，该让他回答什么，我心里都很清楚。现在我们就耗在这儿，不如让我进去试一试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再出来，可以吗？是啊，刘总，让他先安静下来，愿意开口，这是第一位的。行吧，我同意。那就试试看。刘总，有关这个案子，我想和您谈谈。谈谈。先停一下。是。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跟里边这个怎么回事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哎，你倒是说清楚啊！你们家那个误会了怎么办啊？我先出去看看。你怎么来了？只是过来看看。你跟领导他们说什么了？调解，江教授，李教授，领导说了，让我们全力配合你还有江教授的工作。蒋成虽然有一定嫌疑，但在讯问室这样谈不太合适。我得需要长期保持警惕的状态，会对环境的变化很敏感。他应该是长期缺觉，眼睛畏光，讯问室的灯光会激化他的情绪。我已经跟领导建议过了，给他换一个压迫感小一点的环境，还有关闭监控设备。行，我们准备一下。走。周姐，你只有半个小时和他问话的时间。我知道你一直很担心他，别着急，我陪你。
蒋成，周姐我们帮你喊来了，我希望你保持冷静。好了，贾成，你知道的一切对我们都很重要，把情况说清楚，对你、对案子都好。小五，江寒生，我之前跟你提过，好久不见，程程。好久不见。你们俩见过？当然，23号的小少爷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找医生给你看一下？没事。小五，我好想你。有一些情况，我需要向你了解一下。你想问我什么呢？问我杀没杀过人？我说我是藏锋，这5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案子。有人相信吗？我信你，蒋成，我信你。只要你告诉我真相，我会帮你。这些年，你真的变了不少。先坐下吧。争取这个机会并不容易，你剩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好好配合我。行。你还好吗？为什么一定见周姐？因为我喜欢她呀。你别乱说了。我没有乱说，说的都是事实。小五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，我跟他好了7年，之前还订过婚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有一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。我和小五那么多的误会，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，我有好多话想要单独跟他叙叙旧。我想，江教授应该可以理解啊。江成，今天这个形式的见面，是我以个人的名誉做担保谈定下来的。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上。还有，已经关掉。我最后问一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见周姐？那回是谁？是他害死了老杨，告诉我。我不能告诉你。等我查清楚了以后，他一定会付出他的代价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有内鬼？伤口还好吗？没事。在查赖3人的时候，在老姚回到你们分局的时候，在你们找到我之前，这个内鬼都透露过警方的进展。就在金港交易的当天，他们拿出的老姚的照片，说他一定会来，我心里就更加确定了这一点。你们逃走了以后，到底做了什么？姚组长和孟俊峰是怎么死的？我在那种情况下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我
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谢害死了他们。小五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这几年我一直在贺武手底下做的事，他名下的那个恒宇物流你们是知道的，除了运输普通的商品以外，这条线还走过毒品和枪支零件。我之前给过老姚几个 U 盘，这些 U 盘里有他们交易的录像，还有他们金融往来的记录。老姚把这些 U 盘都保留在广汽银行的保险柜里，每次有新的证据，老姚都会放在那儿。原本是打算收网以后一起清算，现在贺武死了，老谢跑了，很多线索都会断。你们只要拿到 U 盘，就可以彻查恒运物流。如今我卧底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老谢一定会有所行动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快。老谢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老谢就是你见过的那个狙击手。他是老谢？戚言是老谢。我原本也以为这戚言是老谢的手下，这也是到了金港之后我才能明白。这还得多亏老姚，因为老姚认得他。不过我没听过其他人叫他戚言，跟他的亲近的人都称他为文少，好像是某种尊称或者是绰号。这个人平常都躲在背后，躲在暗地里，没有称呼，甚至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见不到他这个人。他手底下有一个叫七叔的老家伙，说话的分量挺重。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七叔就是老谢，啊，他手底下还有一个女的，叫做秋叶，这两个人深受他的信任。进港之后，你们虽然封住了所有出城和进山的口，但没多大用。他们抛弃了手底下的炮灰之后，真正的据点都在地下，打散人辗转了好几个地方。我全程都被蒙着眼睛，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一直在被他们拖着走。进港交易只是一个局，他们是为了对付姚卫海和他安插在团伙里面的卧底。老谢已经不需要进口毒品了，他手上有成熟的制毒技术和完整的生产线。本来查到这里，你就可以收网了。可老姚死了。好在你们聪明啊，能联系到我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把这几年查的证据，还有线索全部都传出来，哪怕只是扳倒一个贺武，我这条命就是丢了，也算不亏。他们以为蒙着我的眼睛就能模糊工厂的位置，可你知道我的。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起的外号吗？狗鼻子。是啊，我鼻子一直都很灵。我一路上默默计算时间，还有车辆转弯的方向。就算你们不来，我也能找到工厂的具体位置。目前我能提供的情报也就这么多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尽快恢复我警察的身份，我要亲手抓住老谢。小王，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信仰的事情。5年已经很长了，过去发生的事情我都可以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不想再被自己人戳脊梁骨。我蒋成对得起天地良心。小五，过去的5年，我使命在身，没有办法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 U 盘，固定证据以后，你的身份不言自明。
周姐，快去向谭大报告，领导们都等着呢。小小，我会入手的。很快就会有下文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江医生，我记得我之前提醒过你离周瑾远一点，你好像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我们已经结婚了。我跟你这种生来什么都有的人不太一样，我得到的东西不多，那些原本就属于我的，我并不打算轻易放弃。在你洗清嫌疑、恢复身份之前，别再找周瑾。凭什么？你记住，今天你之所以还可以站在这儿见到周瑾，全是因为我。你说什么？以后别拿自己当卧底的事儿去绑架周瑾。哎，江教授，江教授，江教授。